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姐。今天咱们来讲一个间谍，有人称他是公主间谍，也有人说他是憨豆特工。据说电影《憨豆特工》就是以他为原型，他的名字就叫 Noor Inayat 汉，我们就简称他为努尔。咱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努尔的成长背景。1914年，努尔在莫斯科出生，他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印度人，是印度麦索尔王国王室的后代，所以出生后的努尔，他其实就是一位印度的皇室成员。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他父亲觉得莫斯科不安全，就带着全家来到了法国巴黎。几个月以后，又发现巴黎也不安全，又带着全家去了英国伦敦，准备在那里熬过这一场战争。4年以后，一战结束，努尔一家又搬回了巴黎。1927年，努尔的父亲病逝，为此他母亲精神崩溃了。那年只有13岁的努尔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一转眼，努尔高中毕业了，他顺利考取了巴黎大学，专攻儿童心理学。在他25岁时，就已经是一个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了。当时的法国广播电台还定期播放他的作品。由于写作的成功，使努尔有了一份养家的收入，也缓解了生活的压力。那时他母亲的身体也逐渐好转。时间很快来到了1939年，德国纳粹进攻了波兰。随着二战正式开打，巴黎虽然还不是前线，但儿童文学作品肯定是没法在电台播了，因此努尔一家又重新陷入了困境。眼看着巴黎就要沦陷，努尔一家决定逃往伦敦。他们刚到伦敦，空战就开始了。随着惨剧的不断发生，努尔利用自己以前考取的护士资格，加入了红十字会。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这一份热情是无法持续的，因为红十字会是慈善机构，努尔作为一名志愿者是没有工资的。眼看着家里的积蓄即将用完，一天，努尔偶然看到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招募空军女子辅助部队。所谓空军女子辅助部队，就是部队为了应付人力紧张，招募一些女性来帮助英国皇家空军做一些后勤、通讯、气象等轻体力工作。看到海报上诱人的薪水，努尔决定去试一试。最终他被成功录取，并被分配到了无线电操作训练班。1个月后，训练班结束，努尔被分配到了位于爱丁堡的海岸司令部气球观测部门工作。因为爱丁堡靠近北海，德国人对那里不感兴趣，所以努尔每天的工作还是比较清闲的。当时法国已经沦陷，尤其是巴黎已成了德军占领区的核心。由于当时盖斯太保对英国情报部门的疯狂摧毁，导致英国的特工损失率极高，始终处于人力短缺的状态。1942年，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在档案里发现了努尔，他会讲英语、法语、印度语和俄语4国语言，尤其是精通法语，还参加过无线电培训，而且外表看起来也不像欧洲人。这些条件一下子就吸引了执勤局的目光。很快，努尔就收到了英国军情部门发来的一封信函，邀请他几天以后去伦敦面谈。努尔虽然很困惑，但还是去了。巧的是，面试官 Sylvan Jepson 参军前也是一个作家，所以2个人聊得非常投机。Sylvan 对努尔说，英国方面打算派一个精通法语又会操作无线电的人去巴黎，帮助那里的地下抵抗组织，但这项工作又不受国际法保护，非常危险。不过待遇不错，每年有350英镑的薪水，问他愿不愿意干。努尔说考虑一下，明天给他答复。第2天，努尔说他愿意干，但他有个条件，希望能继续保留他在空军的工资，能拿2份薪水。对于这个要求
斯亚文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理解，在战争期间，生活的重担压迫着每一个普通人，更何况努尔还要养活一大家子。既然决定干了，接下来努尔就需要接受一些最基本的特工训练。他首先来到了英国著名的特工训练基地万伯勒庄园，这里有数十名精锐教官负责给特工学员们上课。然而几周以后，负责运动训练的教官率先发出了抗议。他说：喂，你们招人之前不体检吗？这个姑娘有严重的关节炎，跑和跳极其笨拙，而且她还恐高，别说跳伞了，站在飞机上往下看一眼都不敢，将来怎么学伞降？负责武器训练的教官说：这姑娘心善啊，根本见不得武器，她每开一枪就惨叫一声，拆炸弹的时候把自己吓得瘫软，配炸药的时候啊，害怕的必须闭着眼睛。负责格斗和野外生存的教官对努尔印象很不错，他说这姑娘除了打架喜欢用牙咬，其他方面都完成得不错。战场上也没人规定不许用牙齿呀。在完成了万伯勒庄园的训练以后，努尔又被送到了比欧利庄园继续接受训练。在这里，努尔开始学习反跟踪、潜伏等综合训练。教官金菲尔比对他的评价是：总体来说表现不错，除了反跟踪不及格，设陷阱不会做。脸盲的努尔还分不清不同部队的制服，甚至分不清不同的人种。另外，努尔还总把军情六处的安全屋和盖世太保总部的地址混淆。总之啊，教官们对努尔也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要求了，因为谁都看得出他已经很努力的在训练了，以至于每天回到宿舍倒头就睡，根本没力气与人聊天。最终，特工训练基地给出的一份报告是：这女孩训练还算努力，但头脑不灵光，不喜欢安全方面的课程，性格相当不稳定，没有任何领导力，责任感不强，主动性不够，极度缺乏自信。结论是，她不适合做该领域的工作。这份报告很快交到了负责法国方面事务的领导人巴克马斯特的手上。在看过报告以后，巴克马斯特还是决定外派努尔，因为就在努尔结束训练的前一周，在巴黎代号为繁荣的情报网发来了求助电报，内容是：由于盖世太保的大肆抓捕，本组织只剩下1名无线电操作员，实在是无法完成任务，请尽快支援。巴克马斯特看了看手里的候选人名单，但凡名单上有2名候选人，就不会派努尔去了。在努尔被正式通知外派以后，他先回了趟家，探望了母亲和妹妹，对他们说自己要出差一段时间。1943年6月16日晚上，29岁的努尔被派往巴黎执行代号为特工马德里的秘密任务。一架小型飞机载着努尔飞往法国。临行前，对努尔极其不放心的斯普纳教官递给了他一个手提包，说这里面有1把手枪、1个收音机、1只打火机，夹层中还有1张德军布防图，但愿你用不到它们。除了教官以外，上级巴克马斯特也送给了努尔几瓶特殊药片。到达巴黎以后，由于无法克制的紧张，努尔竟然忘记了街头暗号。眼看就要到街头的时间了，他心生一计，做了一件在常人看来不靠谱的事情。他拿出了包里的德军布防图，一边给路人看，一边问：您是在等马德琳小姐吗？一时引来很多路人的围观。因为努尔如果对方是特工的话，一定会被这张图给吸引。幸亏被远处的街头特工及时发现，街头特工机智地对人群说，他是圣安妮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早上一时疏忽让患者跑了出来。通过这一番神操作，
才把努尔作为走失的精神病人带离了现场。就在努尔到达1周后，繁荣情报网原先那个无线电操作员诺曼和他的女友一起被盖斯太保抓捕。在严刑拷打以后，诺曼很快招供了。盖斯太保立刻出动，多名繁荣的情报网成员被捕。此时的努尔还给伦敦发报说，诺曼失踪，据悉已被捕。伦敦方面看后快疯了，他们明码回复：那你还发什么电报？还不带上电台快跑！到了这时，努尔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事实上，如果他再晚10分钟，就会被盖斯太保堵在房间里。6月29日，盖斯太保开始在全城搜捕。在盖斯太保搜捕过程中，努尔躲进了安全屋。躲避期间，他还冒险跟伦敦联系。他的上级巴克马斯特非常崩溃，命令努尔立刻返回伦敦。然而，努尔拒绝了这条生路。他说，在整个巴黎的抵抗组织与伦敦唯一联系渠道就剩下他手里的这一部电台了。如果他走了，整个巴黎的抵抗组织就全完了。在通讯系统重新建立起来之前，他是绝不会离开的。在安全屋躲避了2周以后，努尔又恢复了工作。为了安全，他认为发报最好是在偏远的地方实行。于是他带着他的发报机来到了一家小旅馆，向伦敦发送情报。发完后就匆忙离开了。他粗心地把密码本和巴黎抵抗组织成员的名单留在了旅馆的房间里。幸运的是，努尔落下的物品被爱国的旅馆老板发现。他通过留在联系册上的签名和联系方式、电话找到了努尔，并让他立刻取回了这些重要的文件。经历了这次事件以后，努尔就意识到，在旅馆内发报并不安全。万一他再把东西忘记在旅馆里，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于是他决定租一套公寓。他租下了福羲大道85号，这里是巴黎最繁华的街道，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唯一的小缺憾是公寓距离巴黎的盖斯太保总部只有1街之隔。但努尔全然不知。在之后的工作中，努尔认为自己从事的间谍工作需要秘密进行，因此他选择在深夜发报。由于公寓的隔音效果差，再加上他发报时手指用力过重，声音很响，吵得邻居们难以入眠。其中一个邻居还报了警。尽管遭到了举报，但努尔的活动并没有被盖斯太保察觉。他依然天天在盖斯太保的眼皮底下发送情报。大家不要以为我讲的这些都是虚构的故事，这些都不是故事，而是历史。他的很多档案在战后被解密。就这样，努尔每晚在他的公寓里毫无畏惧地履行着自己的任务，直到8月初的一天，盖斯太保大楼停电检修。此时监听车却意外发现这总部大楼附近多出了一组信号。盖斯太保迅速地冲向了努尔的家。好在公寓的守夜人是一个爱国者，拖住了他们一会儿，努尔才得以逃脱。逢凶化吉以后的努尔开始在巴黎的郊外打起了游击战。需要发报时，他就把天线往树上一挂，发报完立刻走。他学会了如何隐藏自己，如何观察敌人。在努尔的努力下，法国北部被重创的组织逐渐恢复了起来，散落在各地的成员也恢复了与伦敦的联系。努尔还为新加入的成员进行无线电的培训。据说当时在法国沦陷地区潜伏的特工从事的情报工作者，安全期只有6周。换言之，6周之后，特工只要发报，被盖斯太保侦查到具体方位的概率会大大增加。而努尔那时已经持续了17周。就在努尔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特工时，意外发生了。努尔有个同事的妹妹叫雷尼，雷尼喜欢的男孩经常去找努尔学习无线电。出于嫉妒，
雷尼向盖斯太保告发了努尔，还拿到了10万法郎的奖赏。1943年10月13日，努尔在自己的住所被捕。被捕时，努尔使出了他喜欢用的那一招，就是用牙咬了抓捕他的德国士兵，企图逃跑，但寡不敌众，没能逃脱。盖斯太保在搜查他的房间时，惊讶地发现一个整整齐齐写满了电文的笔记本。努尔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在过去的通讯中，伦敦一直叮嘱他要妥善处理电文。伦敦的本意是让他销毁，而努尔误解了英国人的婉转。他把往来的电文清清晰晰地记录保存，结果和电台一起被盖斯太保收走。当努尔被带进盖斯太保的审讯屋，他冷冷地告诉审讯者自己什么都不会说。德国人嘲讽地对努尔说，他们根本没有审讯他的必要，有那部电台和那些译电本就足够了。未来他们还打算继续用努尔的名义跟伦敦联系，让那帮英国佬源源不断地派新的特工来送死。努尔听后愤怒地诅咒着每一个德国人。审讯者们很满意这种效果，所以就放松了对努尔的看守。趁着看守们的松懈努尔曾2次越狱。第一次，他从浴室的窗户翻上了屋顶，但由于克服不了恐高，只能被重新抓了回去。第2次，他卸掉了一块天花板后，钻进了排水管溜了出去，但由于穿着囚服，仅仅1小时后又被抓了回来。但这1小时已经足够他在安全信箱里留下了对同志们的警告了。遗憾的是，努尔送出的警告信并没有起到作用，因为查看安全信箱的特工加里也已被捕。在完成送出警告信这一最后的使命后，努尔沉默了下来。他每天都会在小黑屋里用父亲教给他的方式进行冥想。由于已经2次越狱，看守们也怕他再跑，就用铁链把他的手和脚全部铐死，还在铁链上系上了一个巨大的铁球。从此，努尔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用尽全力。1944年9月12日，纳粹将努尔运往达豪集中营。努尔当晚遭到了党卫军的严刑拷打和凌辱，但他始终咬紧牙关，守口如瓶。次日上午，身受重伤的努尔在集中营外的树林里被纳粹秘密枪决，牺牲时年仅30岁。一位在达豪集中营幸存下来的荷兰人，在1952年出版的自传书中写道：努尔在生前喊出的最后一句遗言是自由。努尔曾经和姐妹们聊起战后的生活，他说他梦想在战后结婚，生许多孩子，继续自己的作家生涯。历史并没有忘记他，努尔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人们的敬佩。2战结束以后，英法政府为了表彰这位公主间谍的坚贞不屈，特追授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银星十字勋章和乔治十字勋章。努尔的家人在战后也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直到1960年，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了当年的许多谍报文件，努尔的家人这才知道努尔其实是英国的特工，并在15年前已遇害。2012年11月8日，在英国伦敦的戈登广场，英国的安妮公主亲自为努尔的雕像揭幕。2014年3月25日，英国皇家邮政发行了一组有关卓越生命的邮票，其中一枚的人物头像就是努尔。2023年8月29日上午10点，在伦敦的英国皇家空军俱乐部里，英国皇后卡米拉揭开了一个房间的蓝色帷幕，一幅半身的女性肖像画展现在媒体面前。在画像中，一名身穿飞行员大衣的黑发姑娘凝视着远方，在闪光灯的频闪中，卡米拉宣布，为了纪念这一位英勇不屈的女子，从今日起，这个房间将命名为 Noor and Yat Khan
之物。